读书和发财不是一回事，读书能稍微拉高收入，可要真想暴富，运势才是大头。赚大钱的关键，运势加选择加杠杆，缺一不可。普通人靠读书稳住收入，稳是稳，可难大富。想赚大钱，读书得用来提升认知，胆子得够大，看到趋势的敢冲，学会用杠杆放大收益，一个都不能少。很多人天真觉得成长就是不停学习，读书上课考证，塞满知识就能变强。可残酷的真相是，你苦读10年，还不如别人研究搞钱1年赚得多。我不是说学习没用，学习当然重要，但学什么才最要紧。如果你学的东西不能变现，那你就是在白忙，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赚钱的底层逻辑必须跟成长挂钩，赚钱就是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多了，成长就水到渠成。赚钱是最猛的成长路。为什么有些人懂一堆大道理，日子还是过得稀烂？因为底层人眼界窄，认知低，思维卡痰。为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出来工作后赚的还没国中美毕业的网红多？因为他们选错了路，一个是打工天花板，一个是创业开花。比如中文系研究生天天钻研古诗词，没作品，没价值输出，自然没赚钱能力。毕业后找份编辑工作，拿几千块工资，过得像牛马。而那些说话磕巴的人，热爱写作，在自媒体上开账号，写优质内容，建写作社群，出书，打造个人 IP， 最终年入100万。能说学中文没用吗？文学博大精深，学一辈子也摸不透，关键得学以致用。赚钱的过程就是去懂市场，读透人性，搞清商业变现的逻辑，你才会越来越强。我有个朋友，家里书堆成山，却在工厂当保全。他爱读书，可没把才华变现。凡事得结果导向，学习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为了学而学。学习是变强的路，也是让你看到更多赚钱机会的捷径。赚钱逼你暴露弱点，逼你进化。赚钱就是不断升级自己的过程，赚钱是一个人综合实力的体现。生活里总有突如其来的风浪，遇到风浪别慌，更别认输。有成长型思维的人能笑着跟挫折过招，把绊脚石当垫脚石，促自己成长。越是受挫，越得拿出勇气和决断，把大麻烦拆成小问题，一点点解决，总有破解的办法。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时候笑对挫折，带着一往无前的锐气和魄力，才能杀出一条路。比如你想写公众号，发现没阅读量，就得研究平台规则，找对标账号，模仿再创新。想靠写作赚更多钱，就得研究变现路径，比如付费文章、带货、接广告、粉丝打赏、品牌合作。想搞电商卖货，发现没人下单，就得研究流量、市场需求、平台规则、选品、运营、同行数据。死知识帮不了你，只有在赚钱的路上，你才会疯狂成长。赚钱就是解决问题，充实自己，变强的过程。赚钱让你看清世界真相。赚钱能颠覆你的三观，让你看透人性，读懂生活。学历不是收入的决定因素，商业嗅觉和执行力才是。有人硕士毕业，月薪几千，有人商海闯荡多年，攒下厚实的财富。研究赚钱，能让你摸清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比如一个城市设计师只会写程式码，月薪2万，觉得到顶了。另一个会写程式码的人，每天研究接外包，做产品，搞直播，2年后可能年入100万。差别在哪？一个在打工思维里打转，一个用商业思维破局。如何用赚钱思维加速成长？学能直接变现的技能。想赚钱，别学那些听起来高级却赚不到钱的东西。比如学哲学不如学行销心理学，学历史不如学商业思维，学数学不如学数据分析，学文学不如学写作变现。
先学能赚钱的技能，再去搞兴趣爱好，用最小可行性产品测试市场，先干再说，再完善，用最快速度试错，最小代价跑通。比如想做短片，先拍10条发到平台，看回馈，有没人看，有没人问，有人买单吗？根据回馈再调整。研究赚钱的人不是理论，别只看书，去看现实里的赢家怎么做，向有结果的人学。想创业，研究年赚100万的小老板，别只看 MBA 案例。想做自媒体，拆解爆款账号，别只听写作课。成长路径，找对标，模仿，最佳化。5. 别把学习当逃避现实的借口。真正的成长是学一点，用一点，赚一点，循环迭代。所以别光顾着学，去研究赚钱吧，因为赚钱才是世上最快的成长方式。坚持规律作息的人精力旺盛，坚持阅读学习的人久而久之气质出众。自律需要长期坚持，而坚持本身就是自律。想成为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先得懂自律，能坚持。一旦动起来，你就甩掉了那个懒惰的自己，开始适应新生活。只要坚持一阵子，就能看到明显变化。相信你5、6月洒下的汗水，8、9月会结出丰收的果实。这些看似平静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未来某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专注脚下的路，才能走得更远。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超越自我，完善人生。